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细语人生节目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了一位经历传奇、深沉优雅却意志坚强的女性。在过去的人生经历中，她既是一位贤妻良母，又是一位才华不让须眉的女官、外交官。正所谓是事业有成，家庭温馨和谐，丈夫身居要职，一双儿女是品学兼优，真是家庭和事业两得意。那么后来，在她的人生经历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看一段节目的片段。张义杰女士，吉林省长春市人，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工作长达20几年，曾任这些中央部委的办公厅副处长、处长等职。80年代中期，被派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长期工作，担任要职，还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但这一切却被一场残酷的迫害无情地吞噬了。家人天各一方，张义杰女士孤身流亡异国他乡。今天我们请来了节目的嘉宾张义杰女士，一起来了解这位传奇女性令人思考、令人感悟的人生和她坚强不凡的内心世界。你好，张义杰女士。你好，主持人。听说您在这个之前在中国一直是在中央机关工作，是吧？对。是个外经部、商务部还是？最开始的参加工作的那个部委叫外经部，后来1982年的时候，国务院3部委合并，就是外经部、外贸部和国家进出口委。3部委合并之后呢，就更名为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那么后来跟国际接轨嘛，所谓的，最后就更名为，现在就叫中国商务部。您是怎么样走上这个从政这条路的呢？您这个之前是读什么专业呀？家乡是哪里人？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人，我是1977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毕业之后就是被选送到那个时候叫中国外经部。在里边您是什么职务？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办公厅的处长，一直在办公厅搞文字工作。在80年代，中国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那对干部的录用是不是也是这个竞争蛮激烈的呢？我在这个部门工作了有20多年吧，从1977年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它的主要的范围就是对外进出口贸易吗？不是，它是国家政府部门，它是主管我们国家中国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就比如说你们具体都做一些什么？除了这个上面的政策下达，然后具体都做一些什么呢？我是在办公厅一个综合信息处嘛，就是负责整个外经贸部机密和绝密文件的起草，主管全部的那个就是所有的上报中央国务院，下发全国各省市经贸厅委，横向的呢就是发往中央各部委，还有经贸部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驻外使领馆，就是所有的政策，就是政府行文，这里边包括绝密文件、机密文件，比如说要闻呐、简报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政策调研资料，同时还负责部领导的那个
文件起草，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处使。还有就是说，听说您在80年代是中国驻某国大使馆的这个外交官员，那是在哪一个国家？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对，那是1986年的时候，我被派驻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长期工作。当时您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里边，您的职务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在使馆是2秘。在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期间，您在罗马尼亚，你有没有经历过那场震惊世界的罗马尼亚的这个政变呢？对，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在使馆，全程亲身经历了那一场政变。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听一听。中国跟罗马尼亚的关系一直是超越了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正常的那种外交关系，跟中国是属于特殊的友好关系，所以很多年一直是这个样子。主要是在经济上面呢，就是对他们的援助，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在政见上，就是跟中国比较一致吧。经历了这场罗马尼亚政变之后，就是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波及呢？其实那个时候对大使馆的每一个人都是震动比较大的。我们中国大使馆那个时候，它的位置是在齐奥塞斯库家的隔壁，跟那个齐奥塞斯库家中间就隔着一条河。所以呢，当时罗马尼亚政变的时候，警察和军队当时开火嘛，非常激烈。当时大使馆中弹了。哪个大使馆中弹？中国大使馆中弹了。大使馆中弹之后呢，就是大使当时就命令大使馆全体都撤到地下室，局势发展得非常快。当时大使就命令我们2个人一组，就是深入到事发地了解情况。这是大使馆的这个属于你们的职责范围是吗？其实要是严格的讲呢，也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按照职能的话，它应该是武官处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它就是属于情报了吧。那都了解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然后他就了解，当时的民众的那个态度，然后政府怎么样做的，采取哪一些措施。另外呢，就是双方交战这个战事的发生和发展的情况。最关注的就是齐奥塞斯库的下落。实际上他是躲起来的。最开始的时候，齐奥塞斯库他是动用警察镇压民众。开始的时候，警察开枪，后来他就命令军队介入，但是呢，军队呢没有听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军队起义了。对，没有镇压民众。对，齐奥塞斯库让开枪，他不开枪，军队不开枪，不但不开枪，而且把军队撤回军营，同时公开宣布，军队站在民众一边。Toate unitățile și subunitățile intră în cazări. Nu se deschide foc în niciun fel de situație împotriva oamenilor. Este nevoie de liniște în toată țara.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形势急转直下，军队一倒戈，齐奥塞斯库就知道他的权力大势已去，所以他当时在党中央大厦的那个顶层，他跟他夫人艾列娜就是坐直升飞机就逃走了。
后来在半路上劫持他了。整个政变从头到尾，就是到乔塞斯库毙命，一共就是仅仅是7天的时间。所以就很快的结束了这一场政变。罗马尼亚政变是几月份的事情？是12月份。12月份。对。我们那个是也是8964嘛。对，国内是6月份，罗马尼亚就是12月份。所以当时罗马尼亚这个政变成功了以后，中国政府是非常害怕的。罗马尼亚的89年政变取得成功，彻底推翻了共产党独裁政权，成为一个民主议会制的国家。这一转型震撼了共产主义阵营，榜样的威力不可估量。1年以后，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中，各国都爆发了类似的人民大起义，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致使整个东欧，包括苏联的所谓共产主义阵营几乎全部被摧毁。从那以后，共产主义已无阵营可言，只剩孤家寡人的中共政权和同病相怜的北朝鲜。对，那当时亲身经历了这一场政变，到前线就把情报都探进来了。我们是编组嘛，2个人一个组，我是跟另外一个外交官，我们俩一辆车，当时是他开车，然后呢，我是把车窗摇下来，整个身子探出车外，然后一路拍照，就是摄像了。当时那个大街到处都是掀翻焚烧的汽车，然后满街狼藉，到处都是书，然后树上那个吊着乔塞斯库的模拟人，然后满街的那个罗马尼亚的民众示威抗暴。当时我们那真是冒着枪林弹雨，因为在我们之前，路透社一个记者就是像我这样，把身体探出车外拍照的时候，被冷枪给击中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真是没有一点恐惧。为什么？因为都认为我们是为祖国出使，为祖国完成自己的使命，都觉得是很神圣。对。那你们这个如实的把这些情况，对，我们在现场把这些情况了解来了以后，回到使馆呢，就是直接到机要室，专门那个上报情况的吧。然后我们在机要室把所有的情况都写下来之后，以密电直接发到国内。那么国内的上层，就是中央领导人的上层，他对罗马尼亚的当时这个战况，都是通过我们拿到了最及时、最迅速的第一手材料。你们的情报都如实拿回去？中国的媒体有如实报道吗？他没有，因为大使馆他当时都有信使，他信使是每半个月就是飞来飞去一次，那么这就把那个中共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是党报嘛，后来他拿到使馆来，我们看到那个报纸了以后，才发现，就是整个对罗马尼亚的报道，都是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就是跟事实的出入简直就截然相反。人民日报反映出来的完全都是相反的，就是自己写的，就是自己写的。他就是具体的说法是什么？能不能用一句话代表？他称罗马尼亚的这场大革命称为反革命暴乱，他这样写。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他能够就是本末倒置的这样写，而且他隐蔽了这场大革命取得胜利的真实的内幕。罗马尼亚这一场政变，就这场大革命成功，完全取决于军队的支持，
如果没有军队的倒戈，没有军队站在民众的一边，这场革命不可能成功。Noi, astăzi, aici, decretăm moartea dictaturii lui Ceaușescu! 作为中国政府刚刚这个经历了6·4，可以说6·4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罗马尼亚发生了这场就是政治大变革，中共是很害怕的。当时你看到了这种就是不实的报道，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样的感触？作为我学新闻的嘛，中文系毕业的嘛，我知道那个新闻它时间性和真实性是这个是新闻的命脉。就是说它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是非常关键的。这新闻你是不能乱写的。齐奥塞斯库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民众给抓到了以后，就是对他采取了极刑。那么这一点对全世界震惊都很大，所以中国有报道吗？他轻描淡写，因为这个毕竟是遮不住的事实，掩盖不掉的事实，但是他是轻描淡写的，就是提了一句。所以当时我们不相信党报居然能够这样撒谎。这么多年，你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对，那你对这样的中共的不实的报道，你会感到震惊？对，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当时在罗马尼亚使馆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看了《人民日报》那样写，当时很气愤，因为当时我们就说，如果你要是这样随便乱写的话，想怎么写你就怎么写的话，那个同事就说嘛，说我们就等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冲锋陷阵。那你要我们了解这些情况干什么？你在国内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这是您第一次通过罗马尼亚政变，就是对这个党有了第一步的认识，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中共当局对事态的表现、对事实的谎报、对真理的亵渎，使身为共产党官员的张以杰感到震惊和气愤。他们为党冒着生命危险收集真实情报，被相反报道。他有一种被欺骗和愚弄的感觉，他开始质疑共产主义信仰。用了大量的篇幅呢，讲了这个罗马尼亚这个中央机关工作啊，就是这个商务部工作，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您的生活经历呢？这么多年的经历，实际上我是属于那一种就是为共产党勤勤恳恳卖命的那一层人，包括我的在政治方面的那些观点，我跟我的家庭跟我父母都是比较相左的。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一直就是比较很左很马列的，觉得自己走的路自己的信仰是没有错的。是什么信仰？是那个时候就是共产党的那个什么马列共产主义，就认为我在政治上就是比较成熟起来。我对那些从三反五反一直到58年就是反右派，
我都有我自己的看法。尽管我母亲在1958年的那个时候差一点被打成了右派，而且给我母亲就是说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张以杰女士的父母都出身于书香门第或名门望族，所谓解放后都被划入剥削阶级出身，历次运动受到迫害，父亲的背上留着深深的鞭痕和烙铁运的烙印。后来，张以杰曾在选文中写道：“我们彻头彻尾地被赤化，相信党多于相信父母。我们除了认同这种血缘关系外，终不能与他们同恨同爱。”所以那个时候，在很多政治问题上，都是很左的。所以但是这段过程，当时我一直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就是在国外长期工作的时候，而且接触西方社会嘛，完全把自己脑子里边的那个资本主义的那个概念给翻了个个。因为我们的教科书里边和我们政府的政治宣传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很腐朽很没落的，特别是资本主义我们骂了几十年嘛，但是到国外工作以后，真正接触西方社会了以后，才发现其实不是那个样子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除了罗马尼亚之外？让我改变观念的这些事情特别多。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啊，比如说有一次我和一个司机开车到奥地利去修那个奔驰车，奔驰车它车厂是在维也纳。当时呢，这个车呢前面那个挡风玻璃啊，它有一个豆粒大的一个小炸点儿，但是呢实际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不影响开车，不影响使用。我们这个到奔驰车厂，那是德国人，他说这个我们要给你重新调试，另外呢挡风玻璃我们要给你换一块新的。当时我很紧张，说着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椅子就给拆卸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修车行要宰你们吗？对呀，就想那就任他宰，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更换嘛。当把车就是全部都调试完了，他就讲，他说这个你这个挡风玻璃我们是免费换的，免费换给你们，因为呢我们这个座椅调试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好，所以这个责任是我们，那么这个调试费我们也不收，这个挡风玻璃这个费用我们也不收。就当时就是没有收钱，没收钱，1分钱都没收，而且还一再跟我们表示歉意。对，所以当时就给我震动非常大，就是在我们的概念里，在我们就是那个教科书里边，我们骂资本主义是嗜血的，是贪婪的，是腐朽的没落的，我们骂了几十年，我们脑子里装的全都是这个。当时毛泽东的闭关锁国使我们根本不了解西方社会，我们在我们的脑子里边只有社会主义是最伟大的。其实我真正的了解了西方社会，你知道了资本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社会主义那才是不合理的，才是不伦不类的。所以就是我们在闭关锁国下昧着良心，我们骂了人家几十年。通过这个在国外这个工作，频频的接触西方社会的这些人这些事，所以说对你的这个思想上冲击非常大。对，冲击非常大，也看到了我们中国政府一些非常不光彩的一些事情。那么后来回到国内，你继续又
到这个商务部工作哦，对，然后还是要去当您的官儿了。怎么样适应您的工作？回国之后呢，那时候思想就思考问题了，就是看问题不是那么偏激了，比较理性了。就是慢慢的自己头脑里边的那个主意就开始问题多了，就是不是那么在政治上那么盲从。我们前面介绍说啊，说你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您的丈夫也是中共的一位高级官员，是吧？对。他是从事什么工作？我们是在一个部里边。在过去大约有20年的时间，他是给历届中央领导人做过翻译，所以后来他一直负责我们国家对欧洲的经济贸易往来和国别政策，他也一直主管这方面的国际事务。张一杰女士呢，她自己呢作为一个勤勤恳恳为党效力，那么同时呢也经历了这个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那在节目的前面呢，我们也介绍说，在这个张一杰一个幸福的家庭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在下集节目呢，继续由张一杰女士告诉大家。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集节目时间再见。